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LQ99的这个民间复现热情啊，在中国是一直存在的。在我们的一个微信群里边啊，就有一个叫 LQ99 现象理论探讨，好几百人。其中呢，有一位网友呢叫50%耄耋老人啊，他起的名字呢是有点噱头啊，他实际上不是个老人，是个年轻人。他说他自己开了个烟酒店。然后呢，从史文超导出来之后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史文超导出来之后呢，他就投以很大的热情啊，在他的烟酒店里边做各种实验，包括呢海金民他们出来之后呢，那个用气焊来做的，因为海金民那种方法呀，是我们普通的啊没有马夫炉的这些老百姓呢有了一种合成方法。那后来呢，他是再接再厉升级了，他用电弧、电焊机来做实验。那现在呢，他做出来一个稀奇的东西，让我们感到是大吃一惊，给大家看看是什么啊？大家仔细看，看到了吗？磁铁上疑似全悬浮着一个片状的样品，就是它合成的样品。哎，它到底是不是全悬浮呢？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全悬浮呢？一个是可以看间隙，一个是看它能不能这个漂移。哎，看到了吗？这种移动情况啊，就像是全悬浮的，不像下边有东西在蹭着。那我们看它第二个视频啊，就比较明白了。你看第二个视频，看到了吗？这绝对是一个全悬浮的了，我觉得。那他为了测试呢，就拿了根线，哎，试一试。你看这个线应该是不到1毫米吧？哎，所以这个样品啊和磁铁之间至少有1毫米以上的间隙啊，让我想起了那个《小石潭记》里边那句话，是吧？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就是在空气中游泳一样。你看这个玩意儿，它就是在空气中飘着呢。哎，这是一个全悬浮的，哎，疑似的这么一个合成的样品啊。那我们看它下一个视频就更有意思了。哎，下一个视频看到了吗？它是用这个夹子在推这个样品，推到中间。哎，这个看得更清楚。后边的钢板尺啊，每一格是1毫米，所以它这个合成的尺寸还是很大的呀，有7毫米，这个长轴应该是有7毫米的啊。所以这位网友啊，可以说是几十天如一日的合成，终于出了成果了。哎，看到了，确实有间隙的，是在全悬浮。那第4个视频啊，就更好玩了，大家睁大眼睛继续看啊！等等等等，哦，再来啊！直接上手了。本来他那个镊子呀，是镊子前面绑着2个牙签啊，或者其他东西能放静电的。现在呢，他还是用的不方便，直接上手吧。它这颗粒确实很大的，这个厚度我感觉也有个0.4或者1毫米可能没有，0.5毫米左右吧，应该是有的。哎，看啊，等等等等，一推一拨，哎，哈哈，弹射出去了，哈哈，是不是弹射出去了？我们再看一下最后这一段，啊，看怎么样？好玩吧？这个它的这个实验啊，其实很多人说呢，这里边可能有石墨啊，也可能它合成了热解石墨里边的成分，这个不排除。但是啊，在没有做这个测试之前呢，你很难说它是具体是什么。从这个表象上看呢，我觉得也应该是有热解石墨的成分，毕竟它这个焊机上的那个碳棒也是啊，有碳嘛。它下边垫的这个黄鹤楼啊，又勾起了我戒烟8年的回忆啊！我已经戒烟8年了，看见了黄鹤楼想嘬一口，还是要戒烟啊，朋友们！我已经8年没抽过烟了啊。那实际上啊，这个热解石墨啊，就是它的合成方法呀，就有这个电弧法啊，就有电弧法呢，其实就是合成热解石墨的一种办法，就是用高温下在高温下，在氩气的这个气氛保护下呢，这个石墨原子啊会团簇，那这种方法呢可以获得高质量的石墨烯。哎，热解石墨和石墨烯是什么关系呢？你可以这么说吧，石墨烯其实就是一个2位层状的碳材料嘛，它就是平面6角的蜂窝排列的碳原子的一层薄片，而层数多了叠加到一起，那就是热解石墨了。
那么石墨烯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那位大神啊，他手撕这个诺奖嘛，他撕出来一个石墨烯，实际上呢就是对，叫安德烈格姆是吧？他就是在这个通过机械剥离的方法制备出了单层的石墨烯。那石墨烯啊，就热解石墨，热导率还是很高的。那么通过电弧放电法，这是一种也比较常见的制备热解石墨的方法。当然还有这个 CVD 啊，就是化学气象沉积的办法，比如用催化剂、铜或者镍这些金属表面，用甲烷这个碳源气体呢，在高温1000度下沉积，就生成了石墨烯的薄膜。这种方法呀，可以在这个大面积的基板上让它生长这个石墨烯。那还有呢，就是微波等离子法等离子体方法，利用微波呀这些等离子体呢溶解气化石墨，然后在富铜的这个基板上呢沉积，就生成了石墨烯这种方法呢也可以低温合成石墨烯。再一个就是液相剥离的方法，就是利用苯三粉这些有机溶剂插入到石墨的层间，利用超声处理这个剥离少层的这个石墨片，然后通过滤膜过滤，就获得了石墨烯的溶液。那现在这个我们群友这个50%猫底老人他的这个方法呢，他和纯粹的制热解石墨还不一样。大家想想毕竟在这个焊基和石墨钢模之间它有氧化铅、氧化铜、磷酸二氢钠。它有这些化学用品的成分，是吧？那有这些成分的情况下，在这个高温下发生了什么，我也说不清，是吧？你比如说这种电弧放电的情况下，这个氧化铅、氧化铜这些它的原子呢，它会不会在高温下会还原为这个单质的铜和铅，是吧？另外这个部分的碳原子会不会和这些金属形成碳化物呢？有可能的另外一个就是磷酸二氢胺里边这个氮和磷它们有可能掺入到这个石墨烯的平面或者边界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这个是吧石墨烯的这个掺杂。另外就是如果这些元素进入到石墨烯之后，会不会对石墨烯的性能产生显著影响呢？比如说这个化学活性这个电子结构的改变以及石墨烯的导电性等等，会不会有变化呢？当然了，这种掺杂是否均匀是个关键。如果不均匀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测量它的物理化学性质呢是意义不大的实际上只能就意义不大了。所以现在呢，这个老人呢，这位烟酒店老板，我们的群友他做出来了，但是他的性能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测试。但不管怎么说呀，在这个大家盼望的这个室温超导起码这个抗磁性磁悬浮这块呢，我们的网友已经做出了一个非常可观的这么一个结果我们再看一下第一个视频。其实第一个视频后边这个悬浮我看的是赏心悦目这不是想起那个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了吗？就这一段，你看是不是肌肉空有无所依是不是跟假的一样？这是真的这真的，这绝对不是视频作假。这个我们可以证明的，这绝对不是视频作假，这是真的材料放在真的磁铁上实现的这种抗磁性的悬浮。至于有没有磁铜钉扎，有没有这个这个热解石墨起的多大作用，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这是介绍我们群友里边刚才今天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发现他的实验的一个重大结果。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呢，就是我们顺着昨天的话题就是全教授全英完做完发布会之后其实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包括在韩国的这些研究者里边。这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那位金仁基博士英基他在他的脸书上发的一个帖子，那他很隐晦的说呢 ，ABCD 4个人呢，他们呢都说自己对1、2、3、4、5、6这个事儿呢是有所贡献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看不懂他们的主张是吧？如果我们把这些事项和每个人的主张，列出一个表格来，标注出他每个人在每个事项上的主张是否一致或者不同，以及我对这些主张的了解情况把这些信息分类之后呢，我们就能把握全局了。他的意思是说呢，如果你迷惑了，你就列个矩阵是吧 ？ABCD 1、2、3、4、5、6打对勾，谁对这一项有贡献，谁对那一项有贡献，你就能全局的观察这个事儿了。实际上呢，他是在很隐晦的暗示昨天的那件事儿，因为昨天是全英完高调发声，说我的贡献仅次于金志勋
是吧？那他就提出来一个，你们太热闹了，他有点替他们惋惜，是吧 ？ABCD 就是指的李石培、金志勋、全英完和金贤卓这4位研究者，那他们对 LK99这个材料的贡献，比如1、2、3、4、5、6，哎，就是说，比如说谁提出来先搞的，谁说要用这个 EPR 搞的，谁合成的，谁写的论文，谁做的测试，谁的贡献有多大，哎，你列个表格是吧？这样的话呢，就能让我们这些吃瓜群众看清楚了。他的意思是说呢，你们各说各的，没啥意义，到最后呢，只能大家对你们的看法变成更负面的了。实际上，这个纠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诺贝尔奖啊，诺贝尔奖啊，只允许3个人获奖，最多3个人。所以呢，李石培和金志勋，剩下的那个名额啊，就是金贤卓和全英完他们在争。那当然了。现在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还是在做梦的状态，我只是说，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啊。所以金仁基博士呢，他发来这么一个帖子，就在内涵，在暗示你们4个人啊争得太早了，你把我们都搞糊涂了，是吧？这是对昨天的全英完教授啊做了新闻发布会之后做的一个反应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LK99有意思的2件事，一个是老人我们的这个50%猫碟老人，一个烟酒店的老板，他自己在烟酒店里边先用气割，后来用电焊机做出来一个能够全悬浮的样品。第二个呢，就是金仁一博士对昨天全英完他的一个意见。好的，今天大家聊到这儿。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请您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